周一下午，中央援港防控专家组抵达香港开展工作。这是抵达香港的第3批援港抗疫专家，他们将协助香港特区政府抗疫，与特区政府有关官员和专家充分交流经验，提出指导意见，全力帮助香港稳控疫情，并把减少人群感染、重症救治、降低死亡率作为当前工作的重点。下午5点左右，中央援港防控专家组抵达香港驻地酒店。深圳卫视记者在现场注意到，随行到达的还有一批防疫物资。此次的专家组成员共5人，由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带队。当下，香港的新冠肺炎疫情还很严重，我们一定会抓紧时间努力工作，和香港专家一道密切合作，充分交流，来确保香港来实施有效的防控策略和措施，确保香港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我们也相信，有中央的坚定支持，有香港特区政府的坚强领导，有香港社会各界的团结一心，香港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疫情。出发前，内地支援香港抗疫工作专班召集人张晓明、王鹤胜在深圳共同会见了专家组一行，介绍了有关情况。王鹤胜表示，希望专家组深入了解香港的情况，结合香港具体实际，提出有针对性的疫情防控措施建议。梁万年表示，专家组到香港后会和香港专家保持密切合作，介绍内地的经验，形成一些共识，为特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专家组一行5人是在下午3点半左右经深圳湾口岸入港。就在深圳湾口岸这里，2周内我们见证了3批专家赶赴香港同心抗疫。专家组从下车到出境共10分钟，跟媒体只讲了2分钟的话。本次专家组队伍虽然只有5人，但他们均为权威的卫生应急管理专家，有着深厚的功底和丰富的经验。担任组长的梁万年从事传染病防控、卫生应急管理已有35年，不仅参与过我国 SARS 新冠肺炎以及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重特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指挥决策与处置管理，还曾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2022年北京冬奥会等大型活动的安全保障和疫情防控提供指导。我们这次去香港，就是受中央的委托，作为中央的第3批专家，继续指导和协助香港特区政府的抗疫工作。我和我的4位专家组成员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在隔离设施方面，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一发表视频讲话，宣布青衣方舱医院已于当天完工交付。青衣社区隔离设施由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援助建设，历时7天完成。林郑月娥下午前往现场视察时就表示，青衣方舱医院短短7天就交付，为香港的抗疫工作注入一剂强心针。中央援港抗疫已经有3批专家抵达香港，援港医疗和生活物资也通过多渠道源源不断运抵香港。据香港大公报报道，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周日在北京以视频会议方式主持召开支援香港抗疫工作第6次协调会，会议与青衣方舱医院施工现场进行了视频连线。焦点转向乌克兰局势，在比预计时间推迟了近2个小时后，俄乌谈判代表于北京时间周一下午6点51分，在与乌克兰接壤的白俄罗斯边境进行约3小时的会面。在几经波折后，北京时间周一下午6点51分，俄罗斯和乌克兰谈判代表在与乌克兰接壤的白俄罗斯边境会面。俄罗斯卫星网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乌克兰代表团经波兰抵达白俄罗斯。值得注意的是，双方谈判地点此前曾数次更改，出于安全考虑，最终的谈判地点也未对外公布。组织者将其称为“渔夫的小屋”。据悉，双方见面的大概地点在白俄罗斯戈梅利州靠近白乌边境的地方，位于普里皮亚季河岸，距离白乌边境亚历山德洛夫卡边检站不远。
另据央视新闻最新报道，乌克兰代表团成员共6人，其中包括国防部长列茨尼科夫。乌总统办公室表示，会谈的核心问题是立即停火和撤军。由于俄乌战事瞬息万变，因此外界对于此次会谈能否取得实质性成果并不看好。就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坦言，对会谈结果不抱期望。专家分析，乌克兰问题的演变有着复杂历史经纬，一次谈判很难彻底解决矛盾冲突，但双方的谈判有助于当前局势的降温。乌克兰方面呢，至少目前仍在继续的与俄军进行对抗。那么战争呢，一时之间很难分出最后的结果。那么这个对于谈判还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这样一个因素。那么从目前这个爆出的就是报道出来的这种情况来看呢，乌方是希望俄军首先实现停火。那么对于俄方来说呢，还是希望能够乌方能够进行一个让步。那么接受俄方之前所提出的这种非军事化呀，保持中立啊，这些条件，这还是第一次接触啊，可能还是在处于一个各说各话的一个阶段。就在俄乌筹备谈判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周日突然下令将俄罗斯包括核武器的威慑力量置于特殊战备阶段。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周一向普京报告说，俄战略导弹部队、北方舰队和太平洋舰队、远程航空兵的执勤力量均已加强，开始战备值班。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表态称，普京正以一种令人完全无法接受的方式升级战事，对此必须以尽可能强硬的态度进行回应。中国外交部再次强调，围绕欧洲安全问题，各国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得到重视，有关各方均应保持冷静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据路透社报道，普京周日以北约领导人的挑衅言论和对莫斯科的经济制裁为由，命令他的军事指挥部将俄罗斯的威慑力量，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单位置于特殊战备阶段。Приказываю министру обороны и начальнику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штаба перевести силы сдержи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мии в особый режим несения боевого дежурства. 俄罗斯国防杂志主编罗特琴科表示，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平时并不会有具体任务，而当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进入特殊战备状态，即意味着俄罗斯已经针对具体情况为战略核力量和非战略力量设定了具体任务。也就是说，俄军可以随时使用战略性和非战略性武器来抵御入侵。从这个我们说苏联时代开始呢，它就有一般来讲部队是4级的战备状态。那么特别战备状态呢，通常指的是就是在普通部队以外的国土防空军呐，包括我们说这个反导和这个导弹兵啊，包括你像这个电子战部队，那么这些部队长期处于就是次级强的这种战备之中。那么在这个等于比次级更强的，还有就是所谓特别战备状态。那么这个可能距离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所谓第1级，那么只差一点儿。那么它实际上就有点相当于我们说这个。就你要把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所有装备准备好，去应对马上开始的作战。在周一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此询问中方立场。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高度关注乌克兰局势变化，支持一切有助于缓和局势和政治解决的努力。中方注意到有关各方在核问题上的表态，我要再次强调，围绕欧洲安全问题，各国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当得到重视。在北约连续5轮东扩的情况下，俄罗斯在安全方面的正当诉求理应得到重视和妥善解决，有关各方均应保持冷静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随着俄罗斯将战略威慑力量摆上台面，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接受 BBC 和 CNN 采访时表示，这证明了目前形势的严峻，以及我们真正团结起来的必要性。普京的表述是一种危险的措辞。与此同时，斯托尔滕贝格拒绝对北约的下一步回应作出表态。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表示，普京正以一种令人完全无法接受的方式升级战事，对此必须以尽可能强硬的态
态度进行回应。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则表示，普京的策略是通过臆造一个俄罗斯受到威胁的场景，以便为自己的侵略提供正当性，而俄罗斯从未在任何时间上受到过北约或乌克兰的威胁。按照惯例，拥有最多核弹头的美俄两国虽然在任何时刻都会保证己方的陆基以及海基核力量随时处于待命状态，但是以战略轰炸机为代表的空基核力量并不在此列。随着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进入特殊战备状态，一旦该国的空基核力量处于待命状态，美方依照预案以及对等原则，将极有可能同样派遣战略轰炸机彻底激活空基核力量。此举无疑将使得局势进一步升级。到现在为止，按照美国的媒体的一些报道呢，美国方面至少在美国的白宫看来，美国还是不一定要马上去对等的进入到 DEFCON 2。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考虑到，如果双方真的进入到这种状态的话，那么你想要让局势失控很容易，但是你要想让局势降下来，那么现在来看，确实反而会比较困难。而且我们说，既然这个俄罗斯提法是他认为他判断这个北约可能对俄罗斯发动进攻，那么北约方面一直坚称自己没有威胁俄罗斯，没有准备对俄罗斯发起进攻的话，那么双方的这种我们说对等提升呢，其实没有必要。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在本月19号举行了计划内战略威慑力量演习，期间发射了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以及匕首和锆石两款高超音速导弹。参演部队涉及俄空天军、南部军区、战略导弹部队、北方舰队和黑海舰队等部队。有分析指，无论俄罗斯进入战备状态的战略威慑力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俄乌谈判的进程，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莫斯科方面近年以来多次以核武器做文章的目的，并不仅仅局限于乌克兰问题，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依然是冷战结束之后，欧洲核力量的平衡正被逐渐打破。作为苏联军事力量的最大继承国，俄罗斯时至今日仍然拥有全球范围内最大规模核武库。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21年的统计，俄罗斯拥有现役与非现役核弹头6255枚，美国为5550枚。此外，英国、法国则分别拥有225枚和290枚核弹头。不过，俄罗斯在欧洲大陆的战略武器层面的优势，实际上并没有纸面数据那么漂亮。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在于，北约部署的核武器距离俄罗斯国境越来越近。苏联解体之后，美国通过核共享协议，仍然在比利时、土耳其、意大利和德国部署有核武器，尤其是部署在德国的 B61核弹一直被俄罗斯人视为安全隐患。以该战术核弹的最新型号 B6112为例，其重量仅为375公斤，能够轻松被 F-16CD 等轻型战斗机携带。这也意味着，如果北约将 B6112部署到波兰最东方的登布林基地，理论上能够在40分钟后将其投到俄罗斯的斯摩棱斯克。倘若选用隐身性能更佳的 F-35搭载 B6112，则对俄罗斯的国土安全威胁更大。而德国近年来努力使本国非核化，使北约一度考虑过撤走部分部署该国的 B61战术核弹，但是并不是向西撤走，而是进一步向东搬至波兰。这也是去年底俄罗斯威胁将核武部署到白俄罗斯的直接导火索。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上周一曾指出，乌克兰已经宣布有意重新成为有核国家。俄罗斯对于自家门口核武器部署密切关注的背后，实际上仍是其一贯以核制常的国防政策。作为为数不多还能够拿得出手的杀手锏，俄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就放弃了苏联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并愈发依赖其在政治和外交领域中扮演的筹码地位。此外，据日媒报道，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周日在富士电视台一档节目中再三主张，鉴于俄乌局势，日本国内应该探讨与美国的核共享相关问题。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痛批安倍这一危险言论。日本政客近期频频发表涉台谬论，甚至公然发表违背本国无核三原则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义务的妄言，抛出同美国核共享话题，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阴魂不散的危险动向。
联合国安理会周日举行会议，表决通过了美国等提出的要求，就乌克兰局势举行紧急特别联合国大会的第2623号决议。根据联合国最新日程安排，联合国安理会将在美东时间周一下午再度举行乌克兰局势临时公开会，目的是讨论当前乌克兰的人道主义形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当前乌克兰局势急剧变化，当务之急是各方保持必要克制，避免乌克兰局势进一步恶化。针对近期有美国国际问题专家批评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所起的作用，在周一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一向按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我们的立场和政策，一向站在和平、合作、公道、正义一边。那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各方保持必要克制仍是中方强调的基本点。此外，我们还注意到，近期有外媒炒作称，美方此前曾6次在美中高层对话中恳请中方劝阻俄方袭击乌克兰，但中方对此不以为然。发言人汪文斌在回答我们的相关提问时，便明确指出，坚决反对美方捏造不实信息，抹黑中国形象。中方希望同有关各方一道给紧张局势降温，而不是火上浇油。中方的做法同个别国家制造危机、转嫁危机、从危机中渔利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究竟哪种做法有利于欧洲的和平稳定，有利于欧洲的长治久安？相信大家会得出公正的结论。乌克兰战云密布之际，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一通过社交媒体公布，他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电话。他在通话中表示，北约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和反坦克武器，同时提供金融和人道援助。前一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还宣布，欧盟将有史以来首次为一个正在遭受攻击的国家提供共计5亿欧元的武器等援助。欧盟将这一举动称为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时刻。 Yes, they are unprecedented times because the war is back in our borders, and that's why it is a defining moment for this European history. 此外，欧盟还宣布对俄罗斯飞机关闭领空，升级对白俄罗斯及白俄罗斯领导人的制裁，以及同样前所未有的对今日俄罗斯等媒体实施禁令。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包括德国在内的这种在传统关系上和俄罗斯相对比较好的，在之前的这种冲突和博弈中都保持的相对比较克制的这种国家，也现在转变了态度。那么也标志着这个西方更加的协调一致，对于俄罗斯会继续进行更大的压力。我觉得这也表现出来，就是未来这种俄西关系会处于一种极端的恶化和破裂的这种状态之中。值得注意的是，俄乌危机还促使德国外交和国防政策发生转变。德国电视1台报道，总理舒尔茨周日在联邦议院举行关于俄乌战争的特别会议上宣布，从现在开始，德国每年将把超过2%的 GDP 用于国防建设，今年将追加1000亿欧元的专项资金用于国防现代化，还将加强与欧盟和北约盟国的合作。那因为德国这方面呢，他们有这个2战的阴影，所以他们在军方或者在军事等等的这方面的这个政策都相对的比较保守。可是现在呢，就是因为这个乌克兰的这个事情呢越演越烈，所以说呢就使得他们觉得说应该要加强防卫，所以说他们才会做出这个决定出来。相关话题来连线推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俄乌战事打响5天之后，俄代表团与乌方在白俄罗斯进行了首次接触谈判，但是俄总统也在前一天要求本国战略威慑力量进入特殊战备状态。您对此如何看？这的确是相互矛盾的两个行为，它意味着在应对这场俄乌战争上，普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策略。这几天来，普京的策略是尽情地展现俄罗斯硬的一手，也就是要以全面军事进攻的方式，彻底解除乌克兰的武装，并建立一个亲俄政权，也就是所谓的非军事化与非纳粹化。那么从昨天开始，普京的策略转变了，从单纯的硬手段变成了一手软一手硬，而且是软的更软，硬的更硬。软的更软指的是，此前普京是绝对不愿意跟乌克兰县政府谈判的。
甚至连泽连斯基的电话都不接。后来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斡旋下，普京虽然愿意谈了，但开出的谈判条件是乌克兰军队先放下武装，也就是缴枪投降。然而从昨天开始，普京的态度出现了急剧的转变，一是不仅愿意谈，而且展现出了想要谈判的急切心态。先行派出代表团到白俄罗斯明斯克去等着乌克兰代表团。二是在谈判的具体地点上，虽然还放在了白俄罗斯，但已经应乌方的要求几次做了改变。三是原先提出的有条件谈判，也就是让乌克兰军队先放下武器，已经变成了无前提条件谈判。在硬的更硬方面，原先普京是准备以俄罗斯的常规军备力量在1-2天内搞定乌克兰，而现在这是直接亮出了俄罗斯的终极大杀器，也就是把战略核武器给搬出来了。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很显然，俄方一方面把谈判的姿态放得低得不能再低，另外一方面却摆出了不惜扩大战争规模与烈度，甚至是不惜打一场核战争这样一种姿态。这是一种相互矛盾的行为。那么普京的葫芦里面究竟卖的是什么药？我们要如何来理解这种相互矛盾的现象？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叫军事是政治的延伸，也就是政治决定军事。不过我认为这是在常态下，在特殊情况下，比如战争正在进行中，实际上是军事决定政治，政治是军事的延伸。也就是说，普京祭出的软硬两手策略，根源实际上是因为当前的俄乌战场上的形势是战争态势所决定了的。我相信外界都没有预料到俄罗斯这次会全面进攻乌克兰，但是在战争开打之后，普京也有2个没有预料到。一是没有预料到乌克兰人的抵抗会如此顽强，以至于战事已经进入第5天，俄军并没有在战场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更没有如期拿下乌克兰首都基辅。二是普京没有料到原先显得软绵绵的西方，他们的反弹会如此的激烈，不仅直接介入了俄乌军事战争，甚至把经济战争打到了俄罗斯国内。假如按照这种态势发展下去，战争全面陷入焦灼状态，打成了前方的军力消耗战与后方的国力消耗战，那不仅让乌克兰非军事化与非纳粹化的目标难以实现，甚至是会威胁到俄罗斯。我认为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普京才迅速且果断地一手举起了核大棒，一手伸出了和谈的橄榄枝。其目的一是要压迫乌克兰在谈判桌上做出更多的让步，以尽快结束这场战争；二是要警告美国与相关欧洲国家。那在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已经进入特殊战备状态的情况下，冲突会升级失控吗？我认为俄罗斯高调亮出自己的战略核武器，表面上在着眼于进攻，但实际上这是在着眼于防守。也就是说，这是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从战略进攻转变为战略防守，或者是以攻代守的一个重要标志。他在告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请你们克制，不要把我逼得太狠了，给我一个转身与下台阶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应该抓住机会，通过和谈的方式解决这场战争。然而遗憾的是，在普京亮出核战备力量之后，北约不知道是并没有读懂这里面释放的信号，还是反而误以为这是俄罗斯设立锐刃的表现，以及是一个彻底搞垮俄罗斯的机会。反正北约是摆出了要跟俄罗斯硬碰硬的姿态，反而是宣布要支持乌克兰更多进攻性的武器，包括战斗机在内。假如按照这样一种势头发展下去，那美俄与俄罗斯走到核大战的这一步，真的就并非是危言耸听了。在此前的评论中，我不仅就此发出过警示，而且我认为在分析当前俄乌、俄欧、俄美局势的时候，尤其是在面对俄罗斯这样一个国家的时候，
我们不能光是凭着常识与理性来做判断。要是凭着常识与理性来做判断，那这场俄乌战争压根就不会发生。然而，它最终却发生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俄乌全面战争爆发前，俄罗斯曾经从乌东部2个州撤走了大量的俄裔居民。我曾经说这是一个不祥之兆。那么无独有偶，今天俄罗斯与美俄之间也宣布要相互撤侨了。普京曾经说过一句震惊世界的名言：要是没有俄罗斯了，那还要地球干什么？然而现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仅要在战场上打败俄罗斯，还准备用经济战搞垮俄罗斯。那么地球只有一个，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反对战争，反对升级战争，尤其是反对核战争，不仅是每一个国家的任务，更是我们每一个地球公民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对此我们要毫不含糊，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因为核战争一旦打起来，就没有后悔药可吃了。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我们再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石红。石先生，我们注意到呢，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将战略威慑力量提升至特殊战备状态的同一天，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却妄言，鉴于俄乌局势，日本国内应该探讨与美国的核共享相关问题。您对此有何观察？普京这个命令呢，使人们呢对于爆发核战的忧虑之情急剧增加。实际上呢，普京这个命令是给西方发出的警告，就是西方不要在乌克兰玩火，否则呢，俄罗斯不客气。即使呢鱼死网破，同归于尽呢，也要维护俄罗斯的战略利益。安倍这是趁机呢在试探各方呢对日本拥核的反应。日本近年呢在战略上呢越来越咄咄逼人，放弃了原先的专守防卫，改为主动攻击。拥有核武器呢是日本梦寐以求的事情，只是由于国际和国内的限制而长期呢无法得逞。但是日本的政客们在过去多年内一直进行试探，目的呢就是瞅机会进行突破。要想拥核呢，第一步显然是打破无核三原则嘛，这也是安倍所说的与美国的核共享的目的。安倍很清楚现在美国呢越来越需要日本的支持来实现了印太战略，对于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和中程导弹的决心也越来越大。所以安倍并不担心呢美国会站出来对他的话呢表示反对，而是呢看周边国家和日本国内的反对声音如何。如果反对声音呢特别大，那么他就暂时搁下来；如果反对声音呢不是特别大，那么安倍就会继续推进。这种渐进式的手法，安倍玩得很溜在他执政期间就是通过了渐进手法，将日本的和平宪法一步步掏空，使和平宪法名存实亡。考虑到呢安倍是日本右翼的领军人物，因此安倍的话呢实际上表明了整个日本右翼的态度。因此呢，对于安倍的言论要表示呢强烈反对，绝对不容许日本呢以渐进方式在拥核问题上呢取得突破。俄乌战局现在呈现出焦灼状态，西方国家纷纷开始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那么您对这些情况是如何看？这次俄乌战局呢是不能拿以往局部战争的经验去套，因为呢明显不同于以往。也就是说，俄军呢作战很谨慎，甚至是到了缩手缩脚的程度完全呢和以往的作战风格不一样。不仅如此俄军除了简单的战报之外基本处于沉默状态，这就使得真实的战场情况外界很难得知。至于网上的大量消息可信度存疑，甚至不排除呢故意混淆视听，诱导舆论方向的。西方呢现在对乌军的军援，主要呢是西方这几天发现乌军没有崩溃，能够和俄军打得有来有往，据此认为乌军还有支持的价值，即利用乌军呢不断的消耗俄军，最好是长期耗下去，大幅削弱呢俄军威胁西方的能力。这种情况如果要改变，除非俄军呢在短时间内呢击败乌军，因为呢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把钱往水里扔吧。好的，也谢谢石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
50年前的今天，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确立了两国发展相互关系应遵循的原则，标志着中美关系迈出走向正常化的重要一步。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纪念大会周一在上海锦江小礼堂举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视频主旨演讲中就表示，准确把握上海公报精神，有助于我们看清楚中美关系为何能够融冰消胀，弄明白中美关系怎样才能砥砺前行，让中美关系早日重回正轨。中美关系目前正面临建交以来少有的严峻挑战，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世界重现分裂的严重担忧。出现这一局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上海公报确立的原则和精神，并没有得到切实的遵守。台湾问题是上海公报的核心，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基石。上海公报强调，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要恪守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原则。这充分体现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过去管用，现在适用，今后更要用。王毅表示，在上海公报精神指引下，中美关系取得一系列重大进展，中美合作办成一件又一件有利于世界的大事。准确把握上海公报精神，有助于我们看清楚中美关系为何能够融冰消胀，弄明白中美关系怎样才能砥砺前行。王毅表示，历史告诉我们，顺应时代潮流就能做出正确的战略抉择，坚持求同存异就能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坚持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就能为中美关系构建起真正的护栏。王毅强调，中美双方再次需要做出历史性的抉择，而正确的答案就蕴含在上海公报当中。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举行视频会晤，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3原则，明确了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框架。中方敦促美方重拾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同中方一道，将两国元首共识以及拜登总统表态落到实处，推动中美关系早日重回正轨。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王毅提出4点主张：首先，要坚持一中原则，夯实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第二，要坚持相互尊重，把握中美关系正确方向；第三，要坚持合作共赢，促进中美各自发展繁荣；第四，要坚持大国责任，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在上海公报中，两国都用大量的篇幅，提出了各自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最终确定了一中原则。此外，台湾问题是目前导致中美关系不断紧张的关键问题。近年来，美国在不断的削弱和破坏一中原则，这严重影响了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如果美国继续破坏一中原则，不仅两岸关系可能地动山摇，甚至中美关系也会出现破裂的风险。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上海公报确立了两国应该遵循的原则，特别是一个中国原则。一个中国原则是美方严肃的承诺，也是中美关系不可撼动的政治基础，是两国贡献和平与繁荣的根基所在。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任何违背和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的做法，防止两国关系受到颠覆性、全局性破坏。1972年2月21号，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开启7日访华之旅。在这堪称改变世界的一周行将结束之际，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尼克松在上海锦江饭店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2月28号正式发表，史称《上海公报》，标志着中美两国政府经过20多年的对抗，开始向关系正常化方向发展，为两国建交奠定了基础。作为上海公报的重要参与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表示，美中这样的大国可能不会在每个问题上都达成一致，而他对未来两国通过对话合作正确处理好关系充满信心。 We should learn from the past, and what I hope we can project into the future is that we maintain a permanent dialogue, and that we tell each other frankly what our thinking is on key issues. 两岸一家齐心抗疫，深圳市委台办
向在深台商赠送防疫物资仪式在深圳台商协会举行。赠送的防疫物资包括口罩、方便食品等，助力在深台商台胞防疫抗疫。深圳市委台办主任郑重阳出席活动。当前深圳市出现多点散发疫情。周一下午，深圳市委台办通过深圳台商协会向在深台胞捐赠口罩2万个以及方便食品等。深圳台商协会也积极广泛组织动员在深台胞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彰显携手同心、共克时艰、抗击疫情的坚定决心。我们也感谢我们市委台办在第一时间就给予我们深圳台协以及台胞这么多的防疫物资。那么就按照会员数的比例，我们待会儿就直接由总招待队直接就把它分发到所属的这个会员企业干部，还有台湾青年，还有学生，只要能够同心，只要能够齐心，这个没有冲不过的任何的这种疫情或者难关。